晚间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给你讲一个独自一个人在家的恐怖故事。夜幕降临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屋子里的灯光昏黄而沉闷，窗外的风拍打着窗户，发出低沉的呼啸声，偶尔传来几声野猫的叫声，像是哀嚎，却又让人无法忽视那声音里的某种焦躁不安。这是一个寻常的夜晚，或者说原本应该是。我住在一栋老旧的公寓里，几乎没有邻居，特别是夜晚，整栋楼都静得异常。今天我的朋友们都出去聚会了，只有我，因为明天还有工作，所以选择留在家里。这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我一向习惯独处，而且在这座城市住了这么久，夜晚的寂静早已变成一种背景音，甚至是让我感到舒适的存在。我窝在沙发上，手里捧着一杯刚冲好的咖啡，电视播放着一些无聊的节目，我的眼睛随着画面漫不经心地转动，心思却不在电视上。我拿起手机，滑了几下社交媒体，又放下了，似乎有些不对劲，但我说不上来。整个晚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，就像是空气中悬浮着一种无法见到的东西，隐隐约约，像是一只手时时刻刻轻轻触碰着我的背。我摇了摇头，试图甩掉这种感觉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我太过劳累而已。夜晚容易让人感到焦躁不安，这很正常。就在我准备重新专注于电视时，屋内忽然响起了一声轻微的敲击声，咚咚。我僵住了，心跳加快。这声音来自于楼上，可是我明明记得这一层的住户早就搬走了，而且新住户还没来，上面应该没有人。我屏住呼吸，盯着天花板，试图再次听清那声音。过了几秒，又是一声咚咚，这次比刚才更加清晰，就像是某个东西，不对，是某个人正慢慢地规律地敲打着地板。可那空屋子里应该不会有任何人。我突然感觉全身一股寒意窜过，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滑落。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，想打给物业或者警察，但指尖却停在了拨号键上。这或许只是错觉，也许只是楼外的什么东西不小心碰到了墙壁而发出的声响。我试图说服自己，却无法忽视心底那种莫名的恐惧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那敲击声停止了，屋子再度恢复了静谧。四周安静的出奇，静得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切只是我的错觉，应该不用太过在意，这样的情况以前也不是没有过。或许这只是这栋老旧公寓自然的声音，或者某些管线老化导致的异响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冷静下来了，于是站起身，决定去厨房拿些零食压压惊。当我走到厨房时，脚步声不自觉地变得轻盈，好像怕打扰了什么。我打开冰箱，拿出了一些饼干，转身回到客厅。然而当我再次经过走廊时，一个异样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。走廊的尽头，通往卧室的门竟然微微敞开了一道缝隙。这道门本来应该是关着的，我很确定自己没有打开它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脑中开始飞速盘算，是否有什么东西进了我的房子。但是所有的门窗我都确保锁好了，不应该有外人进来。我屏息凝神，直盯着那扇门。那缝隙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卧室那一角的昏暗景象，没有任何异常，但这反而让人感到更加诡异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这么做，可能是恐惧，可能是好奇，但我慢慢走向那扇门，手指颤抖着握住门把，心里一片混乱。就在我准备推开门时，门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微弱的笑声，像是一个小孩子的轻声低语。嘿嘿。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但在这空寂的房间里，它却显得格外刺耳。我感觉一股无形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整个房子似乎在那一瞬间缩小了。我惊慌失措，转身往客厅跑去，几乎撞上了沙发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我开始喘着粗气，感觉自己的理智在崩塌的边缘。我迅速抓起手机，打算拨打警察的电话。然而当我的手指触碰到拨号键时，手机屏幕却忽然闪烁了几下，然后整个黑屏了。该死！我试图重新开机，但无论如何按键，手机都没有任何反应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干扰了一样。我开始觉得事情已经远超我的理解范围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，
想要离开这座让我毛骨悚然的房子。然而，当我伸手去开门时，门锁却卡住了，无论我怎么用力都转不动。这时，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比之前更加急促，而且不只来自于楼上。这次声音仿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，天花板、地板，甚至墙壁后面都传来了同样的声响，像是某种无法形容的东西在逼近。咚，咚，咚！我拼命地转动门锁，但它就是纹丝不动。我越来越慌乱，心跳的仿佛要从胸口跳出来。那笑声也越来越近，像是在我耳边低语。它变得清晰了起来，带着一丝恶意和嘲弄。嘿嘿，你怎么还不出来？我的手不自觉地松开了门把，我惊恐地后退，几乎被自己的双腿绊倒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它就在我的背后。我猛地转身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客厅里依旧空空荡荡，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。我退到了房间的角落，整个人蜷缩起来，眼神无法从那扇敞开的卧室门上移开。突然，门开始缓慢地开合，像是被某个无形的力量推动着。我能听到门轴轻微的嘎吱声，那笑声也逐渐变成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正在朝我逼近。够了，够了，这不是真的！我大喊着，试图打破这诡异的情境，但声音却听起来虚弱无力。我开始绝望地盯着四周，寻找任何可以自卫的东西，但这时脚步声戛然而止。那东西似乎就在我身边，却看不见，摸不着。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感觉到一双冰冷的眼睛正在凝视着我。正当我准备站起来逃离这个诡异的房子时，那冰冷的感觉越发强烈，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正在轻轻抚摸着我的脖子。我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心跳声在耳边轰鸣，几乎掩盖了外界的一切声音。走，快走！我不断在心里对自己说着，理智告诉我应该逃离这里，但恐惧让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无法移动半分。突然，卧室的门猛然完全敞开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，像是有人从里面狠狠推开了它。我吓得不由自主地向后跌倒，跌坐在地板上，眼睛瞪大，盯着那扇门。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无尽的黑暗，但我能感受到那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正盯着我。我试图爬起来，然而双腿在剧烈颤抖，根本使不上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而诡异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仿佛有人在远处低语，但却又异常清晰。你终于看到了。那声音像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响起，无法确定它的来源。我惊恐地扫视着四周，但依然什么也看不见。这一切太不对劲了，这种无形的压力仿佛在压缩我的胸口，我喘不过气来。然后我看到了一些异样的东西，卧室门后的黑暗中似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慢慢浮现出来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我喃喃自语，试图说服自己这是幻觉。然而那身影却越来越清晰，那是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像是从黑暗中爬出来的，无声地漂浮在半空中。它的轮廓极不自然，仿佛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时而扭曲，时而拉长，像是在不断变化着。我睁大眼睛，心跳几乎停滞，手指紧紧抓住地板，拼命想往后退。你看见了吗？那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离我更近了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，冰冷而刺骨。那黑暗中的身影慢慢向我靠近，每一步都像是直接踩在我的神经上。我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吞噬了我的理智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，连尖叫都无法发出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往后退，直到我的背紧紧抵住了墙壁，再无退路。就在那黑影距离我只有几步之遥时，突然它停了下来，整个空间变得更加寂静，连风声都仿佛消失了。我盯着那个黑影，几乎屏住了呼吸。你是下一个。这句话像一把利刃，直接刺入我的心脏。我还来不及思考它的含义，那黑影突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扑向我。我惊恐地挥舞着双手，想要阻止它靠近，然而那东西如同一团烟雾般穿透了我的身体，瞬间钻入了我的胸口。一股冰冷刺骨的痛楚立刻蔓延至全身，我的视野开始模糊，意识逐渐模糊不清。我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对身体的控制，
像是被某种东西强行占据了内心。脑海里无数杂乱的声音开始回响，有人在低语，有人在尖叫，还有某种无法形容的力量在拉扯着我，试图将我从现实中扯离。不，我不要！我在心中呐喊，拼命挣扎，但那股力量太强大了，我根本无法抗拒。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扭曲，四肢像是被无形的锁链束缚着，无法自由活动。渐渐的，我的视野完全陷入了黑暗，所有的声音，所有的感觉都消失无踪。我彷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尽的虚无之中，无法移动，无法呼吸，无法思考。只有那低语的声音仍在我脑海中回荡，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。时间失去了意义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意识再次浮现出来。我发现自己依旧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痕迹。那敞开的卧室门依然静静地矗立着，里面一片昏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刚才的是梦吗？我喃喃自语，却无法相信自己。我的身体依旧在颤抖，手心里满是冷汗，彷佛刚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我站起来，艰难地走到门口，手指颤抖着想要开门逃离这里。然而当我手握住门把时，心脏猛地一紧，门把传来一种诡异的冰冷感，就像是某个东西从里面抓住了我。我猛然回头，客厅里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整个房间陷入了漆黑。黑暗中，我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，低沉、沙哑，带着一丝恶意的嘲笑。你真的以为逃得掉吗？